球！来，传我！再来一个！给我！超人！这边跑！这边！好球！加油！我去点，我去。哎，小妞，来给哥哥加油啊！晚上哥哥好好疼疼你。你喊什么呢？你喊什么呢你？喊什么呢？刘备总，怎么回事？他们出言不逊。怎么的呀？你们想怎么样啊？你想怎么样？你想怎么样？好，我还以为是哪儿混进来的二流子，说什么呢你？原来是政训处的长官们呐！看走眼了，失敬。咱别在场下较劲了，场上练练。行啊，练练呗。走。住啊！传我！接着！再给我一个！这什么动作呀？毛呢？怎么回事？这是打球吗？金朝贺言，换陈然可进。有事吧？没事。金超贺言，绰号双生子，队长的秘密武器，打配合最有默契。好球！哪里啊？来一个！来，传我！这边！给我！超人这边跑！来！这边！来，给我一个，来！来！最后10秒，比分66比67。韩国必胜！张队长，你给我等着啊，咱们没完。随时奉陪。你要战我便战，这是韩光的口号。各位长官，得罪了！霍山，还没问呢。我走了以后，父亲怎么样？老样子，干净火旺。临走前还揍了我。父亲舍不得你。霍山哥这回可是如愿了，一直想来捡桥呢。哎，对了，海棠，几天没见你，变成大姑娘了。我走的时候你才这么点高。还说呢，浅因因为你离开北平都哭成泪人了。小时候你天天背他，还记不记得？我当然记得了。对了，海棠，03队长是？念桥哥、霍山哥，明天晚上有空吗？请你们吃饭。明晚吃饭？哎，你还欠我牛奶钱呢，哪来的钱请吃饭？这样吧，今天晚上这顿饭我替你请大家。
好，兄弟们，韩光必胜，咱们拍张照纪念一下。韩光必胜！韩光必胜！来了！来，为念桥归队。欢迎回来，欢迎归队，欢迎归队。兄弟们，咱们都是军人。平津沦陷了，日本正向上海增兵，眼看又是场大仗。必胜！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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来，都加上。行了，别看了。介绍一下，孟海棠，复华大学学生，开学就念历史还是历史。历史。海棠啊，是我发小，跟我亲妹妹一样，小小年纪就师出名门，学习甲骨文，是个小才女。哇，她弟弟是29军学兵团的，在杭州疗伤，当姐姐呢跟着过来照顾弟弟。介绍完了。队长，可没这么简单吧？这报纸我们可都看了啊，这谁是谁的什么未婚妻？报纸我都让报馆收回去了，你们怎么看到的呀？还有啊，我跟你们说啊，我们2个没订婚，失望了吧？失望的呢没有，这样大家都有了希望，是不是？更高兴了。哎，你这是怎么回事啊？啊，哪个大姑娘挠的？没办法，都是我喜欢的，这一碰面吧就打架，我刚要劝，上来就给我抓一下，这我招谁惹谁了？又来了。这个陈然啊，大情圣女。丁焕生，韩光中队队副，我们都叫二哥。二哥好。你好，孟小姐。于可静，孟小姐，绰号静公子，老好人一个。可静哥好，你鼻子好点了吗？没事，虽然有点影响美观，但是功能性还在。徐汉勋，哎，爱哭鬼，打我干嘛？那你娘上次来，你可哭了3天啊！汉勋哥好，今天谢谢你啊。哎，小事儿，不足挂齿。金超、贺岩，这俩是一对。想说什么了？这个我知道，韩光队双生子，只是不同姓。虽不同姓，胜过同胞。超哥、燕哥好。大家赶紧吃饭吧，饿了吧？好嘞，来，饿死了。来，哎呦，队长这棵老树也开花喽！咱队人都知道啊，队长这是为飞而生的雄鹰，他可以天天飞，不用吃也不用睡，生活都是二哥、念强，还有咱哥几个照顾着。每次吃饭都得二哥把饭递到他面前，他才吃。要是哪天二哥把米饭换成沙子，估计他也能吃上几个。队长可不傻啊，他可挑食了，你们是不知道而已。哎，我还头一回看到你还会服人呢。跟以前的18朵都不一样，特别的第19朵。什么18、19朵？海棠妹妹，这你就不知道了。我呀是护花使者，队长呢那是辣手摧花。曾经有18朵花追着队长跑，都让我们队长扼杀在摇篮之中。不服都不行啊！哎，行了，孟小姐，兄弟们平时爱跟队长开玩笑啊，队长没什么脾气，瞅给你们惯的。哎，我说你们啊，海棠跟海晨是他们父亲托付给我照顾的，就像我弟弟妹妹一样，以后也是你们弟弟妹妹。大战在即，有这个精力的话，研究研究飞行啊、作战什么的。
论作战计划，低空飞行，队长是第一。但要是论运气的话，你二哥我比你几个强，是不是？是。诸位，谁是张启？是我。经查，在北平南苑机场撤离时有违抗军令行为，先暂行禁闭，待政训处核实后予以惩戒。队长会不会有危险？大战在即，队长是王牌飞行员，政训处应该不会对我们汉光中的人下手的。况且，教长安南京不会没有行动的。二哥，我觉得这一次政训处这么做，就想给教育长一个下马威。剑桥山头林立，蒋介石又这么重视中央航校，但越重视，疑心越大。政训处先向我下手，再向队长下手，看起来是小事，但我觉得这是航校内耗的表现。是啊，搞内耗，对作战实力一定会有很大的影响。对了，北平地下党组织给了我指示，张启在上学的时候，通过赴华左翼社团向党提交过入党申请书，并一直积极地寻找组织。组织上希望我们观察他，争取他。我很了解队长这个人，在抗日的这件事情上，他一向是坚定的主战派，行事又刚毅果决，就像个导航塔一样。我反复的观察他，现在组织上要求我们对他进行争取，真的是太好了。我跟你想的一样，咱们不光要争取他，咱们还要带领笕桥一起走上抗日之路，不能让笕桥的飞行员平白无故的成为国民党党派分裂的炮灰。二哥，咱们要打击投降派，争取主战派，让抗日的火烧得更烈一些。对了，二哥，用你飞行员的眼睛看一看，还有谁是主战派值得争取啊？通过这段时间的观察，于可敬有被争取的可能。什么？教育长，坐。接个复兴号，怎么接出这么多戏码来啊？教育长，是我没完成接收任务。复兴号动两3被炸毁是迫于战争的压力，那动两4呢？政训处的人指认是为了隐藏走私的证据炸了它。用军机走私、毁坏军机，任何一项罪名可都是死罪。试飞当日，复兴动两3因舱底被改造，藏匿了2箱刻字甲骨，造成飞行途中出现了漏油故障。当日被指取出了1箱赃物，并上交给北平防务。28日晚，我刚到达清河机场，动两4就爆炸了。可爆炸之后，我亲眼看到有人抬着2只装有赃物的箱子走了。根据他们的谈话，第2日我追到了交易地点，并取回了赃物，这些可以作为物证供航校调查。可是教育长，我亲耳听到他们提到了陆副处长，这些人都是清河机场爆炸案的元凶，并且和中央航校政训处有关。我认为是中央航校政训处副处长陆子怡利用职务之便，用军机进行走私，为了隐藏罪行，还损坏军事装备。你确定这些东西跟陆子怡有关？有。我在北平跟踪的那个人，那个手臂上有痣的人叫徐特，是跟陆子怡一起从航委会调来笕桥的。他们不仅走私，还很可能与日本人勾结，这是叛国。教育长，请务必明察，
你是亲眼看到陆子佑叛国行为，你有确切的证据吗？那倒没有。张琪啊，一个军人最危险的是什么？有勇无谋，盲目。想成为一个优秀的军人，你的路还长着呢。好好反思，这件事情就到此为止。政训处对你的审查，我会酌情处理。我走了。陆某虽初来航校，但做事一直秉承空军训条，做人也是公允平和。这次张琪指控我和政训处的人通敌走私文物，这可是死罪啊！若不是教育长出面，我倒是要认为张琪是想置我陆某于死地了。陆副处长，当天张启头部受伤，很有可能是识人不清，多有得罪，请多包涵。不过政训处也关了他些日子，这个孩子比较认死理儿，不识时务，也该吃一些苦头。话又说过来，这张启驾驶着父亲赠送的飞机走私物品，为了毁掉证据，还炸掉了栋梁4，这个就说不通了。是张启发现栋梁3机舱下的走私物品，并且令丁焕生交到了北平航空防务的。如果是他走私，没有必要自曝其短吧？依我看来，马上就要打仗了。栋梁3的炸毁确实有些可惜，但是毕竟是暂时的消耗。我想这件事儿，就让他先过去吧。哎，堂兄，你也和我介绍过，张队长的父亲那可是张步春，是捐飞机的富商，商人，捐飞机，走私，飞行员儿子亲自驾机，明了。现在不是我不放过他，是他不放过我，反咬我一口，说我是走私犯，他凭什么呀？啊？凭手上有刻痣的人？笑话！好啊，我现在就在手上画颗痣，好不好？我让他拿这颗痣去指控我。陆副处长，别这么激动，您是党国的栋梁，张琪只是个孩子，你有必要跟他一般见识吗？再说了，马上就要打仗了，韩光中队是要上前线的，大家没必要在这件小事上纠结吧。陆副处长，如果你肯放过张琪，我唐某担保这件事儿，我替你摆平。替我摆平？关禁闭的是他，不是我。陆副处长，很多事情不查就不是事儿，查多了，很多人都脱不了干系。俗话说得好，萝卜拔出来还带着泥呢。场面上说得过去，就没必要惊动醒村小洋楼吧。陆副处长，你若要是给面子，这萝卜，唐某替你拔了。老唐，我这个人啊，从航委会至航校，一路两袖清风，我是不怕查的。但是快打仗了，我们政训处也要以维护战斗力为第一位。你这个面子我会给你的，我也是跟你发发牢骚，就此结果。好，就此结果，这事儿咱谁都不提。尝尝我的新茶。幸好出作这次战场体式。我让你来航校，是来给我做事情，不是来捣乱的。是，属下今后做事一定小心。冈山已经带着武丁甲回国见别真伪，林文月和孟无染也逃出了北平，他们的家眷落脚在杭州。武丁甲如果是真的，这事儿还好说；如果是假的，这事儿就没完。你盯的这些人，尽快给我安插定留在里面，听明白了吗？是。妈，
你怎么老是唉声叹气啊？发生什么事儿了？你爸托付了林大周教授，每个月给咱们150块钱的生活费。我刚去找他了，他们说他已经离开学校去了正德，找不到人了。早知道我就不租这么贵的房子了。钱英他们家住得起，咱们可租不起。付完这1个月的房租，再加上海晨的医药费，咱就没钱了。那我们要不要跟康先生说一声啊？我们找个便宜点的地方搬出去。先住完这个月吧，过后我去找事情做。进来。哦，小姑娘来了，打扰了。来，这是母亲做的清蒸狮子头，让我给你们送过来。谢谢。哎呀，你们3家人正好1家1碗。太客气了，你们。哎。谢谢啊，这刚好等康先生跟曾先生回来的时候，我们3家分啊。我先去热热。哎，你快坐。谢谢。我叫孟海棠，是在北平富华大学。你呢？许元英，我开学念大学历史系1年级。真的？嗯。我本来也是念历史系的，就是我家人让我去念师范。我爸爸以前是开学堂的，你们住的这栋啊。以前就是学堂，后来他改做纱布生意，学堂也就关门了。每年寒暑假，我都会在许村临时开一些课。许村里的小孩子多，他们都没有书读，我就给他们上课。怎么了？是我说了什么？没有没有。那个，你们还缺暑假代课老师吗？我以前在北平当过小先生的，还开过海域课堂呢。只是最近我家有点困难，我想贴补一下家用。许村以前有很多林大的先生，不过这几个月他们都陆续搬走了。现在孩子们没有书读，不然我们一起开课吧。交得起学费的，我们就收一些补贴家用；家里有困难的，我们也都收来做学生。名字就还叫海域课堂吧。好。伴我书千卷，嘿，好词儿！哎，来我来，哎来，许先生啊，这写的什么呀？这个可人花艺行了行了，快点贴上吧，快！嘿，真好！来，您给我，哎，得嘞，我给你吹。来，哎好，来，我来，你行吗？这个，我怎那个，哎。你瞧不上我，我也是正牌教授，这叫出头之日。哎，来，哎，给我拿酱的。哎，好，哎，各位父老乡亲们，我们海域课堂呢原本是开在北平的，是我们富华大学学生们为邻里的幼童们开设的启蒙学堂，后来因为日本人来了就停了。不过今天呢，我们正式在杭州重新开张。这位啊，是我们海域课堂的孟海棠先生，他可是从北平来的小先生呢。对呀，行不行？哎，你别看年纪小，他们可都是书香传人。这孩子们求学啊，只要先生学问好，有德行，是可以拜师的。是啊。今天呢，我跟元英在这里开课，从这本《古文观止》开始教，学费便宜，保证大家收获良多。哎，那康先生教不教？康先生每周都要去南京，明天又要走了，所以无暇来上课。不过呢，我们海域课堂还设了别的课，小许先生教数学，曾先生教物理。啊，物理有啥好学的？那么难，也没看到有啥用。物理有什么不好学的？学的东西多着呢。哎，我们庄稼汉学那绣花枕头干嘛呀？咱家孩子不学啊。我看你这个海域课堂也没啥好老师啊，大家赚点钱不容易。我看大家还是散了啊。哎，你这叫什么话？忙了。夏虫不可语病。哎，我们忙死了。走了，回去。别走啊！张启、聂乔哥，你们怎么找来的？我们训练结束了。父亲，先生，父亲，您上午过来看我跟破山，
我们刚好在训练，还好您留了地址给门卫，这不，我们队长知道了就过来看大家了。走什么呀？各位乡亲，大家觉得这海域启蒙课堂，除了教国文跟数学，再加2位先生可好？好是好，得加不少钱吧？寒光中队的队长张启，我来教大家画图、手工还有音乐。寒光中队作战官曾念桥教大家历史还有体育。大家可愿意让孩子们来学习？好倒是好，我顺便打个启示啊，我们海域课堂呢，愿意帮助家贫但却有志向的少年，现在来上学，免收学杂费。这么好，此外，现在上课还另发津贴，这个津贴由我来提供，怎么样？明天我来给大家上第1节音乐课，怎么样？这首《流浪者之歌》是西班牙音乐家萨拉萨蒂的作品。他告诉我们啊，只要心中还有希望，就像吉普赛人还有他们的舞蹈跟音乐一样，流浪者并不可悲，心有所系，便是家乡。路上小心啊！这个海域课堂是我的想法，怎么好意思让你全部出资啊？学费跟津贴都不少钱，之后我挣的钱还给你。你不用在意，这个钱我不是给你的，是我捐给教育的。教育呢，本来就是应该给贫穷但有志向的孩子一条出路，并不是光为了赚钱。如果我的薪水能用来给国家培养人才，那我是最开心的。啊，对了，这2天我的课需要停一下，直到你下次见到我，或者什么意思啊？带你看个东西。我走之后，你帮我养这棵树，养到它开花，就算是我救你，还有捐助海域课堂的报答了。开花，这要养到什么时候才能开花？一辈子开不了，那你就养它一辈子喽。怎么，你不想报答我？好吧，我答应你。如果它3生3世都不开花的话，我就投胎回来继续养它。你干嘛这么看着我？
你不相信我能养好他吗？孟海棠，我要打仗去了。如果我牺牲了呢，你就到这棵海棠树下，纪念我一下，掉几滴眼泪，然后该干嘛干嘛去。咱们两个的账两清了。下面我来传达国民政府航空委员会空军前敌总指挥以及副总指挥联合下达之空军作战命令第1号令，将对日军作战的空军主力由华北紧急调往华东。根据1号令，笕桥各部应于14日黄昏前秘密到达出击位置，完成攻击准备。各部出击根据地如下：9大队曹娥，4大队笕桥。空军多年对侵略之敌，有协助我陆军消灭盘踞我上海之敌海陆空军及根据地之任务。14日凌晨2点，对其实施空袭。根据天气情报，明日将有强烈台风登陆，各大队和航空中队执行任务中，注意天气情报变化。行动预定如下：轰炸机机群于14日5时30分自笕桥机场起飞，攻击上海工大沙场、日军军械库。其他各攻击队于14日9时40分分9批次出动，目标为上海日军指挥部、弹药库码头、渤江日舰。同时留部分大队中队保护笕桥机场。1937年8月14日，淞沪会战爆发后的第2天，日军航空队轰炸沿海机场，空军驾霍克3战斗机腾空迎战。我这有2封信，我牺牲之前不要打开它，不然不吉利。还有这个，我会一直放在动摇9上的，当导航塔。走了。孟海棠，孟海棠，怎么了？你哪不舒服吗？我好着呢。你怎么一天到晚失魂落魄的？想老爸老妈了？我就看江南的天空。哎，你说这江南一下雨，满城就变绿色。飞机哪儿呢？海晨，那是咱们的飞机吗？不对，是高耀奇，快跑！姐，没事吧？没事吧？我没事。你没事吧？王护士，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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快躲起来！怎么又来了？他们是来炸笕桥的。连累着诊所也遭了殃。303升空受阻发生机头爆震，重复，303机头爆震。323返航，
收到天气情况，台风中心到达上海市以东540海里处海面，风速每秒22米。韩光中队配合4大队作战。大家都没事吧？没事吧？王护士，你们怎么样？你们也逃出来了，谢天谢地，还好这里只是笕桥的校医院，今天没几个病人，应该没伤着人。高尔基，向日本飞机！又飞起来了！有主架日本飞机，又来了！洞19、洞31侧翼进攻，洞95、洞93掩护。快看，是我们的飞机！海晨，019，是019。我们的飞机。莫海棠，你去哪儿啊？还好，你没有被炸飞。没想到你还挺坚强的嘛。你是不是跟我一样，也在担心那个人啊？海棠，海棠，海晨，孟海棠。多久会到的？那你能不能帮我保佑他，让他平安回来？孟海棠，远方的征途，榕树下的家，命运的回答，安静的留他，追寻吧。爆炸太紧急了。没来得及把你们转移到安全的地方。你跟海晨都没受伤吧？没有，你也没受伤吧？那就好。我刚才好像听到你说的话了。听到什么了？你跟这棵树说要保佑我安全回来。我还没说完呢，我还想让他保佑念巧哥哥，还有二哥。不止你一个人。啊，我知道了。你又知道什么？你肯定是后悔了，这么好的未婚夫，当初为什么要取消婚约呢？我才没有呢。再说了，是我爸想要解除婚约的。行，那咱们打个赌，就对着这棵海棠树发誓。以后，要是谁先后悔当初解除婚约，谁就算输。行啊，赌就赌。不行，得拉钩作证。输的人要一辈子听赢的人拆解。行。愿赌服输。愿赌服输。咱们都知道，814那天，咱们是以多打少，占了上风。现在问题是，如果下一次，咱们双方的战机数量相似，甚至我们还不如敌方，该怎么打？
有谁知道？说一下。霍山，你说。有没有可能实现局部的以多胜少？要想实现局部的以多胜少，那咱们战队中就得出现一架王牌战机，无论是空速、转弯，还有格斗性能，都要加倍的出众。可是众所周知，飞机的转弯性能和格斗性能往往不能两全，而且即使能两全，关键是你们有这么好的技术吗？所以一方面得提高战机性能，一方面得提高飞行技术，缺一不可。队长，跟这帮新兵说这些有什么用啊？他们连天都没上过呢。根据咱们航校的教程，2年以后见吧。嗯。先看2年以后，咱们还有没有飞机能胜上？啊？能不能缩短教程？我们想立马升空。对啊，咱们每天课时加1倍，成不成？张教官，特殊时期特事特办。队长，队长。这样飞起来，怎么就？曾破山，教官，下课了不休息会儿，跑到这儿给自己加课呀？说说看，研究出什么了？张教官，以前听您说过，咱们函关中队战机都自己安装了无线电。我猜，您这架动119是不是还改过别的呀？那你猜猜看，我具体改了哪些东西？这重量变轻，应该是摘掉了一些东西。副油箱，教官，您是不是把副油箱给摘了？聪明。可是飞机的滞空时间特别重要，我为什么又舍得摘掉副油箱呢？为了减轻重量，摘掉副油箱。我懂了，战机越轻，灵活性越强，空中转弯更容易。张教官，咱们今天上课说的局部以多胜少，就取决于王牌战机的转弯性能和格斗性能。所以您这架动119就为了这个吧？嗯。不过，取掉了副油箱，对，打的就一个快，不给敌机留机会，不给自己留机会。每次升空都要抱着必死的决心。我可没让你上天就必死。行了，休息去吧，我还要捣鼓一下动119呢。张教官，您平时自己改造战机的时候，能不能也让我跟着学学？等将来我有了自己的战机，我也要改，我也要当王牌战机。行，那你过来，帮我打打下手。是。先生，先生，先生。队长，我父亲不在家吧？啊，这眼看大战在即，我好不容易帮破山请1天假，要不咱等等吧，说不定一会儿就回来了。好啊。好，谢谢。曾破山，哎，你也姓曾？那屋里住的曾先生是你的父亲？对啊。曾念桥是你的哥哥？对。念桥啊，哎，咱们6天打了4仗，你觉得打得怎么样？那肯定是大捷呀！高志昂队长带领4大队，对付9架96式啊，击落了3架，击伤1架，连教育长都夸高带队长是战神。那除了战神之外呢？除了战神以外啊，咱们中队配合第5大队轰炸吴淞口敌意驱逐舰，队长你
超低空俯冲投弹，直接炸了一艘1300吨驱逐舰的尾部，真是牛啊！不过，其他人的投弹效率就差点。哦，差点儿啊，差了多点儿。陈然的洞2、4差点把公共租界给炸了，不过咱们下午在笕桥扳回了一局。高泰队长带领4大队，这仗打得漂亮，就是飞机呀，油耗消耗太大了，打了一仗，下了一队全员加油。那天，2架日军战机追过来，还好你跟二哥及时升空御敌，要不然笕桥又得遭一劫。我跟二哥呀，一架敌机都没有击落，二哥的洞31还差点被敌机尾炮击中。笨蛋！上海那边呢，也牺牲了3名飞行员。哦，于可敬的323还没升空，就发生了机头爆震。814空战，算是咱们对日空战的首捷，可是靠的也是日本人以为咱们不敢升空对战，接下来胜算就低了。可不是嘛？下次见，再见。日军这一次吃了大亏，看来往后一定是硬仗了。日本人这次从包围中突袭出来，还炸了咱们笕桥的诊所，仗的就是他们飞机性能好，咱们根本就咬不住他们。可不是嘛，队长，这回要不是靠你求爷爷告奶奶，还差一点跟教育长翻脸，给咱们中队弄来了9台无线电，还自己给安上了。只怕这场硬仗下来，咱们全员不保，可能都得损失一大半啊！哦，你也觉得我的改装有用？那是当然啊！美国 Cox 公司卖给咱们的霍克3，他们就遵循着外销军用机一定比国内的同等机型性能低下的规则。着舰钩取消了，金属的机翼改成木质机翼，特别容易着火，翼型都改变了。发动机的排气管也给取消了，那性能啊，连霍克2都比不上。不过最可惜的就是取消了无线电，这样咱们飞起来怎么形成空中编队？各自为战，那就是盲打呀！这样子怎么能这样？那在天上没有无线电，那怎么打呀？哎，这个无线电的事情还好解决，别的我就可真没辙了。就说那个起落架，得咱们手动人工的去摇，还有那个瞄准镜，真的是气得我肝疼，还没有那个芝麻绿豆大。可不是嘛，那美国顾问都说了，就那种瞄准镜，用在地面小型武器上那还行，要是空中作战根本就无效的。要不然咱们在814轰炸日本舰队的时候，那效果差到奶奶家去了。说到底啊，这个霍克3就是美国人淘汰的机型，但是却成了咱们的主力机。哎，我听说啊，日本人在研究一款新的战机，据说性能超级强悍。可不是嘛，队长，你想呀，咱们用美国的淘汰机去对抗日本最新最好的战机，这不是以卵击石吗？怎么能这样的？所以啊，咱们不能寄希望于美国人，得靠咱们自己。笕桥呢有个中飞厂，咱们飞机的改造维修都在那儿。可这中飞厂的总顾问啊是个美国人。咱们国内那些机械师水平你们也不是不知道，一个正儿八经的学什么空气动力学呀、航空工程学的都没有。那等到破山这帮飞行员上天以后啊，用的都是一些破发动机、破瞄准镜、破起落架，升空都困难，更别说什么以死相拼了。航空工程学、空气动力学啊！我呢？张教官，那就算发动机不行，瞄准器不准，咱们该升空还是得升空啊！拼命就拼命，为我娘报仇，我不怕以死相拼。谁敢死？
蠢材，没有记性的东西。老子还活着呢，死什么死？命都那么不值钱吗？我说什么了我？生还没学会呢，啊，连个后都没有。家门无后，等你生了后再说死的事儿。一天到晚惹我生气。你们两个记性都被狗吃了啊！我是干什么的不知道吗？我学的虽然是理论物理，但我在德国拿过空气动力学的博士文凭啊！啊，这么基于理论的数学结果是我算的，不知道？不对。哎，你们几个一大早跑我这儿唱双簧，给我听的吧？啊！你们呐，嘴上没长几根毛，跟老家巧斗心思，真是！进屋去吧，别让人笑话。进屋去。说吧，一大早上跑到我这儿唱那一出啊？哎，别跟柱子一样在那儿杵着啊，坐下坐呀！哎，怎么回事啊？父亲，您怎么没换上我给您买的鞋呀？你别说那没用的，到底怎么回事？先生，我们几个呢，只能在飞行技术上好好练练，但要是说到飞机本身，那就得请教真正的行家。所以这次我们3个是诚心诚意的想请您出山，去中飞厂给我们做总顾问。这就对了嘛，啊，当顾问，哎，做顾问，薪水多少钱呢？哦，这个，我回去好好给您问问。好，好，请我当顾问就对了。父亲啊，这些不是我跟队长在上学时候的作业本吗？怎么在这儿啊？你啊，别翻我东西，别翻我东西。你们一个个的上学的时候啊，做了这么多笔记，做完了就随手一扔，我都把它捡回来了。这个有用处啊！他呀，成天没事儿就爱抱着这些笔记本看，跟他命根子一样。这逃难走了这么久，还带着，真不嫌麻烦呀。我跟你们说，这里边有好多有用的东西。哼。海棠，建英，来上！孟中堂回来了。哎呀，儿子！老孟，小姨，孟先生，大表哥，海棠海神，哟，张琴你也在，你们怎么来了？还有我呢！哎呦，曾老夫子，你们怎么走太慢了？哎呀，你这走着比我们坐车快呀！是怎么样？把这环境都给你们整好了，太好！你们净用现成的。这第一杯酒，我要敬我们在座的3位英雄飞行员。你们打了大胜仗，狠狠地教训了这些小日本，打出了我们中国人的威风。我们大家敬你们，来，谢孟伯伯，谢谢大家。大家开吃吧。彬彬，你真不愧是我欣赏的空中勇士，这第一战就给日本人一记重锤，打得好。
海棠，海棠，你现在这胆儿啊，是真够肥的啊！这拼命3郎的飞机你也敢坐？我一看到电报，知道你是跟这位兄台来的杭州，我就知道你肯定没少受委屈。以后他要是敢欺负你，你第一时间告诉我，听见没？哥，你们认识啊？哥，张琪，你就不知道了吧？海棠呢，是我小姨的女儿，可不得叫我哥吗？打断一下大家啊，我呢也隆重的、正式的介绍一下我的女朋友，龙珍珠小姐。擅长摄影，平时呢就协助我拍一些新闻的照片，啊。珍珠，在座的呀，就几乎是我们这个大家庭所有的人了。哦，对了，隆重给你介绍一下这位，曾念乔，是曾伯伯的大儿子。你不是喜欢飞行员吗？念乔啊，跟张启是一个中队的，也是飞行员。啊，又是一位菲菲啊！哎，你们飞行员怎么长得都那么帅啊？你们是看脸找人的吧？张启啊，我和洪恩啊还准备去笕桥采访你们飞行员呢。告诉你，你可不许拒绝啊！哎，一定要好好的采访，尤其是念乔，这个孩子啊，特别的听话。他小时候我就看着他长大，真的非常好，啊，哎，浅英啊，是不是念乔哥哥经常会照顾你？林伯伯，您过奖了。你们小时候的事情我都还记着呢。那时候他小，调皮不懂事情，你把他抱起来就直接挂在树上了，有没有这个事情？爸，爸，那小时候我才几岁，我现在都17岁了。你什么时期了？你还是个孩子，你虚岁17。师傅啊，我是不是17岁？是。再虚1岁，18了。哎，浅英，你怎么跟我父亲叫师傅呀？哎，这是秘密。曾老夫子，你不厚道啊！我们家这闺女好不容易养到这么大了，她应该跟我学考古，怎么就变成你的学生了呢？这可是她自己选择啊。但是我得感谢你，你呀，从小把她教的真好，是绝顶的聪明。你是不是得庆祝我一下啊？老莫，曾老夫子，你这可是捡到宝了啊！是啊。哎，我想问问大家，后面有什么打算啊？你是富华大学的秘书长，我还要问你怎么打算呢？我也正在忧心此事啊。这个地区没有任何屏障，日本人可以随时长驱直入，所以说呀，长沙也不是富华的久居之地。长沙啊？怎么又长沙？诸位，我倒是听说了，中央政府有意让我们几所大学西迁，或者长沙，或者云南。我倒是觉得云南是个好地方，山高路远，偏居西南一隅，是吧？又有大江大河的阻挡，我们去那儿倒是可以安心读书的。如此说来，云南倒真是一个好的选择。那好，那咱们可就说定了，我们去哪儿，什么时候走，大家听老孟的，好吧？呀，至于什么时候走啊，这一时半会儿啊，还真的定不下来。不过呀，这一路战火纷飞的，咱们几家人能够重新聚在这儿，就是件幸事。就是不知道什么时候才能回到北平啊。那我们这一杯，就祝早日赶跑侵略者，回归故园。先走了。走了，圆圆。再见。再见，冰冰。再见。走了。你要走了？回见。那你等我一下，我有东西要给你。下一次，张琪，可能1周以后吧。既然你回来了，这个我还给你。好呀，我会找时间过来看大家。要好好学习啊。念乔哥哥，那你下次记得来带我骑自行车。好，我会来的。再见。这是给你的，第1张。谢谢。那我们先走了。再见。再见。